2007年，印尼宣布全面禁止向新加坡出口海沙。很多人以为，新加坡从建国时的581平方公里长到今天的744平方公里，靠的只是雄厚的财力。但当邻国收紧资源口袋，掐断填海生命线时，这个小红点的未来几乎被按下暂停键。没有了沙子，我们拿什么为下一代腾出空间？今天，我们来看看新加坡如何在物理限制下寻找出路。这不是什么奇迹，而是一场向地下空间与数字孪生进化的务实探索。而这一切的起点，就藏在每个本地人对空间的日常焦虑里。从1965年建国至今，新加坡的国土面积增加了约 28%， 但这种依赖进口海沙的传统填海模式面临着外部的不确定性。当沙子变成筹码，单纯的物理扩张就遇到了瓶颈。我们不可能永远依赖外部的沙子来建造家园。于是，新加坡的城市规划者们开启了一场针对空间的极致探索。既然横向的海面扩张受限，他们不再只盯着海面，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更深的海底、地壳，甚至是看不见的数字世界。既然买不到沙子，能不能不用沙子？新加坡给出的第一份务实答卷就在德光岛。目前，这里正在进行一项改变版图规则的工程，也就是围堰造陆。传统填海的逻辑很直接，就是把海沙倒进海里，直到填出水面。而围堰造陆的思路完全不同，它是在海中建造一圈坚固的堤坝，把这片海域封闭起来，然后用强大的泵站把里面的海水抽干，直接露出海底的土地。这套技术最早源于荷兰，但本地的工程师们将其进行了深度改造，来适应热带的高降雨量和复杂的海洋水文。从工程学上看，这是一个极其精密的动态平衡系统。堤坝不仅要抵御海浪常年冲击，内部还要建立复杂的排水网络，确保在雨季时这片低于海平面的土地不会被淹没。采用围堰造陆技术，相比传统填海，大幅减少了约 40% 的砂石需求。这不仅削减了工程预算，更意味着新加坡在面对外部资源限制时，多出了 40% 的缓冲空间。我们用工程手段把原本属于海洋的空间借了过来，但是海面上的空间终究有尽头。当平面的扩张达到极限，我们还能往哪里走？答案是打破二维平面的束缚，向地壳深处寻找空间。在市区重建局发布的2019年发展总蓝图中，有一项非常核心的顶层设计，那就是地下空间开发蓝图。新加坡已经预留了超过1000公顷的地下空间潜力，这不只是挖几个地下铁站或者地下商场那么简单。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玉郎岛，在这个化工产业的心脏地带，地面之下130米深处，隐藏着东南亚首个地下岩洞储油设施。130米差不多是40层楼的高度。工程师们在坚硬的沉积岩中开凿出了147万立方米的储油空间，这相当于600个奥运会标准游泳池的容量。为什么要把储油库放在地下？因为地面的每一寸土地都太宝贵了。将这些庞大且有安全隐患的工业设施深埋地下，不仅利用了岩层天然的安全屏障，更直接释放了地面上大约60公顷的工业用地，让这些土地可以用来发展更高附加值的先进制造业。未来的新加坡不仅有高楼大厦，还会有一个庞大的地下网络，变电站、水回收厂，甚至部分交通枢纽都将被安置进地层深处。可是，物理世界的挖掘也总有尽头，有没有一种扩张是不需要动一砖一瓦的？无论是填海还是挖地，物理世界的扩张终究受限于物理定律。但城市规划者们明白，真正的空间不仅仅是面积，更是效率。于是，他们把目光投向了第3个维度，也就是数字孪生。由国家研究基金会主导开发的虚拟新加坡项目，本质上是在服务器里用代码
1:1建立了一个动态城市模型。这不仅是一个静态的 3D 地图，而是一个包含了建筑材质、地形、气象甚至人口动态的数据流。在这个虚拟世界里，我们可以不断进行测试，比如在规划一个新的预购组屋区之前，系统可以模拟全年的风向和日照轨迹，精确计算出楼宇应该以什么角度排列，才能让自然风穿透整个社区，从而降低对空调的依赖。系统也可以模拟暴雨来临时，积水会如何在街道间汇聚，提前优化地下排水管网。在物理世界里，动土的成本是高昂的，但在虚拟世界里预演，未来的成本却低得多。通过数据的演算，新加坡正在把每一寸土地的利用率发挥到最大。这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扩张，它用算法的深度弥补了国土面积的广度。如果你是一个刚好准备成家的新加坡人，你大概率经历过为了抽中一个理想地段的预购组屋而反复刷新建屋局网站的焦虑。当我们站在组屋的走廊向下望，看着楼与楼之间精准计算的间距，其实每个人都在感受着这个国家的空间极限。从德光岛的围堰造陆，到玉郎岛的地下岩洞，再到服务器里的虚拟新加坡，这个面积只有700多平方公里的小红点，在物理限制中寻找到了未来的发展空间。科技在这里不是为了炫技，而是务实求存的工具。这其实和早年先辈们下南洋打拼的韧性是一脉相承的。无论面对的是自然环境的局限，还是外部资源的制约，那种在限制中寻找生机的态度，已经成为了本地人的一种日常。科技思维正是这种务实精神的现代体现。你对新加坡的哪一项空间工程最感兴趣？如果是你，最希望在新加坡的地下空间里建些什么？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如果你喜欢今天这种用客观视角解读城市发展的深度内容，请记得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下一次的分享。我们下期视频见。